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。要向往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装飞扬，逆过冰雪难量，忘了有缘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中间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公子，小卫都已经安顿好了，无论路途如何颠簸，小卫都不会醒过来。这一别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了。能陪伴在公子左右多年，是阿叔的福分。别那么傻。若是大将军真的冲进来，你就说是我逼你这么做的。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性命。脱身之后，再来找我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崔家军的重骑在冲锋。什么样的重骑，竟然大地都震动？那是崔家军能号称定胜军的底牌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崔家军的重骑。不论是什么人，不论是什么阵法，在崔家军的重骑面前，都会被踏平的。
哎呀！阿莹啊，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的心会疼的。猴子，猴子，石七郎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看见你，结果发现那是梦，不是真的。现在我是真的，不信你看，是吧？我们把这个方圆100里啊能找到的牛，通通都给拉过来了，在这个牛肚子上啊绑上树皮。你们不知道啊，这牛冲起来的时候啊，地动山摇，那别院里的人啊，一看还真以为是崔家军的重骑，吓得一个个啊都大喊：“地生军的重骑来了！”哎，那场面真是壮观带劲儿。那你这伤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就甭提了，啊！当我骑着这牛冲过去的时候啊，这接受人是慌乱了一阵子，可一看啊，这不是重骑，哎，这就来劲了。这打着打着呀，我就看着这个阿树要跑，我就去追，这一不小心，这不就受伤了吗？你就吹吧你，你那叫受了点伤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鲍大哥这回伤得可重了，你这以后1年半载的可不许跟人动武了，否则你内脏破损了，到时候大老沈家都救不了了。哎，这不让我打架，可比那个不让我喝酒更难。哎，那酒也是不能喝的，你就只能吃点花生米了。多吃点花生米，多吃点花生米。哎，我说耳朵啊，你赶紧把人家桃子姑娘娶回家吧，免得她这一天管东管西的，我可受不了。哎，就是。哎，你这就说的不对了，这怎么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了，就不能管东管西啦？哎，不是，对，你没明白鲍大哥那意思。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之后啊，那天天就是管耳朵了，没工夫管咱们呀。是啊，桃子姑娘仗义，到时候就算嫁人了，我们受伤了，能不管咱吗？别！哎呀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可不想受伤啊！桃子姑娘，我永远不用你管啊！我们都不会让桃子姑娘操心，桃子姑娘最应该操心的是要和长儿生几个娃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别等桃子姑娘生几个，生一窝。你别听他们说，他们都是乱说的，你别生气。陈韩畅，拜见太子妃殿下。韩将军免礼。如今我已经是清修之人，从前的称谓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是。快请坐吧。太孙殿下一切皆好，听说臣要来见你，十分欢喜，只盼着有一天能亲自来拜见你。他一定长高了许多吧？京中形势复杂，不然就悄悄带他来见你了。秦王曾答应过我，一定会辅佐太孙，继承大统。如今您仍然觉得秦王可信吗？我仍觉得他可信。秦王可信，献王与齐王却野心勃勃。献王居长，齐王嫡次，秦王偏又功高勋重，极招忌惮。献王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这个人
冲动易怒，行事狠毒，却又不太聪明。从他杀害结发妻子之事便可看出，我只希望他这一辈子都被关着。是，臣会联络朝中众位太子的旧臣，不会让信王轻易被放出来。至于齐王，他虽然极力掩饰，但也能看出来，他对储君之位垂涎3尺。这个人只有小聪明，而无大智慧。他迟早会露出马脚，到时候我们就对他一击而中。是。崔小姐，来尝尝我们镇西居的烤黄羊。谢谢，我尝尝。吃吧，真好吃。哎，石七郎，吃吧。石七郎，有件事儿我们一直瞒着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又瞒着我偷偷去丰英楼吃酒了？不是，之前啊，我不是找你要过几次银子吗？说是去丰英楼吃酒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把钱啊都花在别的地方了。包哥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一说，跟俺们把钱花到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似的。哎，花钱还能花到见不得人的地方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那丰英楼的桃子，你赶紧吃羊肉啊！哎，对，吃羊肉。哎，事情啊，知道。我们啊，花钱救了个人。对，我们救了个人。哎，不对，我们救了2个人。对，2个人。对，救了秦娘子和她的女儿小喜儿。这世道不好，一直打仗。秦娘子的丈夫借了黄庄的粮还不上，这活活被打死了。哟，那秦娘子是卖艺都没还清欠债呀。班主要逼她做暗娼，还要卖了她的女儿小喜儿。小喜儿才4岁，能忍吗？不能忍。我们一商量，就凑钱给秦娘子赎了身。我们把秦娘子啊，就安排在我赵二哥老家的乡下，还搭了3间茅草屋，就在宜州巨县旁乡3里冲赵家村。3里冲可是个好地方啊，有山有河。哎，那河里还有好多小鸭子。小鸭子，对呀，它就能下蛋。哎，这小鸭子又能孵小鸭子。石七郎，到时候咱们就一起啊，跟你回劳兰关。对，回劳兰关，都去3里冲。石七郎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以后老了不打仗了，我们呀都从劳兰关回3里冲。你要是闲了，就来看我们吧。来看我们。石七郎，你吹的牛，我们帮你圆了。16亩良田，4头上等黄牛，我们帮你准备好，都准备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水势8万，1万就是那里松。瀛州苦寒，萤火虫特别少，每逢秋夕能遇到1只，都稀罕得不得了。可是，偏偏在我出生那晚，从窗外飞进来1只萤火虫，就停在我的襁褓边上，一闪一闪，莹莹发亮。所以阿娘就给我起了这个乳名，叫我阿莹。原来你的名字是这么来的。嗯。我的名字呢？是宗正嗣给我取的，字面意思挺好，希望我将来能够聪明，所以名为逆。但到底我也没有一个乳名，乳母从小就叫我石七郎，所以叫着叫着也就传开了。
那我以后都只叫你石七郎。哼，你口口声声叫我秦王殿下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有多气人。小的时候啊，阿爹知道我喜欢萤火虫，就总是跟我说：“阿莹，我给你捉一只萤火虫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？或是让我背书，或是让我写字。”但我总是耍赖。我告诉他：“阿爹，捉1只萤火虫可不行，你要给我捉回来100只，我才答应你。”但是阿爹实在是太忙了，他哪里有功夫真的帮我去捉？所以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100只萤火虫在一起的样子。但是今天晚上，这里肯定有100只萤火虫的。师生。阿英，我为你捉100只萤火虫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我不会答应的。就算你捉1000只、10000只萤火虫给我，我都不会答应。今天晚上这么快乐，就别提别的事情了，好吗？摇篮河水18弯，这首歌真好听。是啊。命定的缘分，却错位的身份，无尽的安然，想逃离这纷争。多希望这样的时光默契的可以长久一些，隔绝了缘与恨，再长久一些。只属于你我这漫天的缤纷。阿英，你是其实我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。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怨。想说的话汇成画卷，一卷一卷。你是唯一的誓言，经常不宣。你是很久的思念，始终不变。为你愿放弃这世界，自相无憾。荆棘军行，积极军行。接硕攻破了白水关，白水关是哪儿？陛下，白水关是连州的紧要之地，是我朝至北最要紧的门户。白水关之后是燕州、涿州，无险可守，只能据盲河抗敌。接硕的铁骑甚至可以直入朔州腹地了。陛下，这白水关是如何失守的？那可是据守接硕的重要关隘啊！平凉大将军崔乙本该有重兵在那儿驻守。据急报，白水关的守将就是被崔乙的养子柳成风劝降，投降了接硕。
白水关以南的城池，烽烟处处，被接收的铁骑蹂躏践踏。更详细的军报还要再过几日才能传入朝中啊！臣听闻早先几日，那崔乙亲自领兵离开洛阳，一路向北。崔乙此举意欲何为啊？既然破白水关的是他的养子，那崔乙倘若早就跟接硕勾结，那现在恐怕山河危殆呀！秦王呢？用不着他的时候，成天惦记着打仗。现在他到哪儿去了？啊！这个逆子，他就是想气死朕。大哥，父皇心中还是偏疼你的，只不过近来朝中群臣又蹦出来了，说是对大哥要严惩，光是幽禁还不够，要削了大哥的王爵。父皇一听也不乐意，但是也不好公然回护大哥。这都是李逆在从中作梗。对了，大哥，父皇这回是真的恼了李逆了，今日还破口大骂了，说李逆不奉旨就出京也就罢了，在回京的路上还特意跑到大哥的皇庄去抢了大哥的粮仓，分给了那些佃户。欺人太甚！他就是跟我作对，就是想消了我的颜面。他趁着我被幽禁的时候，他连我的庄子都敢抢。父皇说，他本来还指望着李逆去打接硕的，但崔乙一再上书，说他就在朔州附近。结果父皇一转念，说就让崔乙去打吧，还说等齐王回来了，就让他去收复洛阳。说来说去，就是他手握镇西军，他能打仗罢了。没办法呀，谁让镇西军都只听他李逆的呢？那是我们国朝的镇西军，又不是他李逆的。以前那是战时危局，没有人管这些。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他凭什么手握镇西军呢？那他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吗？是啊，大哥，朝中群臣也多有诟病，父皇也是嘀咕了好几次，但是也削不了他的兵权呐。爹，好，平安就好。让阿爹看看，还好，只是受了些，没受伤。阿爹也瘦了，还憔悴了，肯定是日夜行军，还担心我。接到桃子飞鸽传书，说秦王已经把你救了出来。说实话，那一夜，阿爹才敢闭上眼睛睡着。这一路上，阿爹真是心急如焚，让阿爹担心了。秦王怎么不进营啊？是惧怕我们崔家军的军威啊？阿爹，秦王是送女儿过来跟您会合，他马上就走了。看看他那样子，只怕连根汗毛都没掉，也好意思说为了救我女儿奔吗？阿爹，他未奉诏就带兵出京，已经很冒险了。叫他那糊涂的皇帝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阿爹。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人家救了你啊，你都不去送送啊？阿爹，您刚才还说呢，让人家糊涂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那是一码事归一码事啊，人家还救了你的命，你怎么不去送送啊？算了，没什么好送的。我就说，哎呀，他们李家个个都是糊涂蛋。阿爹。您现在到底向着谁啊？哎呀，真是无可救药，无可救药。
大将军，接受破白水关了。父皇，您可都记住了，尤其是关于崔乙和白水关的那些话，一定要驳斥秦王，让他无法替崔乙说情才是啊。放心吧，就这么2句话，朕还是能记住的。那儿臣先告退。殿下到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此番围猎，的确是走远了些。你口口声声围猎，怎么会围到你大哥的庄子上去了？而且把你大哥庄子上的粮食都给抢了？儿臣正想问父皇，为何在朝中与百官言道，想要解除信王的禁足，这才幽禁没有多久便要放出来，如此徇私枉法，天下如何看待？别在这指手画脚，跟那些文官一个腔调，口口声声徇私枉法。到底我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呀？父皇不应该说这种话。别在这里教训朕。儿臣不敢。不敢？你敢的事可多了。哼。崔乙带兵离开了东都，听说他女儿刚刚回到了洛阳，带着不多的人留守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领着镇西军去收复洛阳吧。父皇，崔乙在北上迎击接受，父皇却命我去攻洛阳。若崔乙知道后方如此，父皇难道就不怕动摇他的军心吗？洛阳是朝廷的东都，崔乙厚颜无耻占据已久，难道不应该攻其不备，趁机收复吗？你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成天惦记着打仗，现在让你去打仗，却又抗旨。父皇，崔乙在前线抗战，我们不能乱他后方。哼。白水关到底是怎么丢的？军报上写得清清楚楚。崔乙的儿子跑去劝降，守城之将念及旧情，不忍杀他。他倒好，带着接硕的死士，把守将给杀了。哎呀，崔乙养出这样的儿子，通敌卖国，朝中的群臣纷纷都说要治他的罪。那是顾相劝我，让崔乙将功赎罪。父皇，崔乙与他的养子柳承风早就一刀两断，只因柳承风勾结接硕，崔家与接硕有不共戴天的血仇。父皇就算怀疑谁，都不应该怀疑崔家。秦王，你真是让朕太失望了。那么朕现在问你，领镇西军收复东都，你遵旨还是不遵旨？儿臣不遵旨。儿臣请旨，回劳兰关戍边。镇西军暂交齐王代管，你就先回府，好好闭门思过去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石七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在朝中，陛下将镇西军交给齐王代管，齐王命我和父亲即刻出京，父亲前往灵州，我前往毕州。齐王所为，是谋划已久。那日父皇想命我收复东都，言辞厉害。父皇说不出来那样的话，想必也是齐王叫他这么说的。他这么做，
就是想将你身边的人一一调开，然后分化我们镇西军。我在这京中十分不快。自10几岁去了劳兰关，咱们就在一起。你也明白我心里，却在京都王府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而皇宫更是没有意思。可是石七郎，咱们都回不去劳兰关了。阿莹一心想让我明白，信王、齐王，非可信之人。说天下不应该有这样的君主。他想让我当这个太子，可我答应过萧妃娘娘，一定要辅佐太孙。我与阿莹本是两情相悦，因为这样的事，几乎拿到生分。其实他说的话，我心里都明白。只是我有句话，一直未同他说。石七郎，你到底在担忧什么呢？是啊，我心中有所顾虑。孙敬已死，天下平定，咱们镇西军该何去何从？而崔家军又该何去何从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朝中会容忍太子妃手握崔家军吗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崔毅也不会把手中的崔家军交给我。那日，父皇命我收复东都，被我拒绝了。他一气之下，才将镇西军交给齐王。是因为我不想与阿莹兵戎相见。但一旦我成为了主君，就不得不由我亲自去打压崔家军了。我了你，那，给你。什么呀？这么多银钱？这都是我平日攒下来的。上一次匆匆忙忙，就忘记给你了。这么多银钱给我干嘛？你先替我拿着，等将来，将来干嘛要我替你拿着？将来？什么将来啊？听不懂。哎，桃子，你上回不都已经答应我了吗？这傻子，我逗你的呀，这么容易就上当，吓死我！好啦，这些银钱呢，我替你好好收着。以后啊，我的饷银也跟它放在一起，说不定之后我们可以买几亩田，或者这个铺子也好啊。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以后你可得当心啊，不能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我带你逛逛西长京。走吧。哎，桃子，这边热闹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起来啊！醒醒，醒醒，石七郎。怎么了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崔小姐来了。什么？崔小姐到西长京来了，桃子也来了。耳朵现在去见桃子了。听说啊，崔小姐这次来是特意要入宫觐见陛下。觐见陛下？是啊，桃子姑娘说的。她说呀，这次崔小姐来是带崔大将军来觐见陛下的，所以说啊，希望能在大朝之日上殿面圣。哎呀，她这是想气死我！哎呀，石七郎，你这就不对了。虽说是觐见陛下，但8成还是想见见你。
你这么说，不是伤人心吗？你不懂，我不懂，那你教教我，说来听听。朝中忌惮崔家，议论纷纷，都像是煮沸的油锅子，但凡沾点水星子都得炸。他还来火上浇油。再说了，他说代表崔大将军觐见陛下，匪夷所思。大将军卜凤朝都不能擅自入京，更何况她还是大将军的女儿，怎么能上朝堂呢？朝中那些文官唾沫星子都能喷死他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这话怎么听，都像是在担心崔小姐啊。他主意大着呢，我为什么要担心他？那人家都来了，要不要先去见见他？不见。哎，真的不见？行，不去。哎，不去，真不去。这么些天，什么结果都没吵出来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去觐见陛下。小姐，你想不想去见秦王？这个秦王也真是的，你都已经来了几天了，他都不说过来看看你。上回他还巴巴的去救你呢，后来还把你送回来大将军那儿。我当时还想，这个人对我们家小姐还真是挺好的。这才几天啊，怎么突然又像陌路人一样了？你去见过谢长耳了？当然见过啦。那他都跟你说些什么呀？也没说些什么。不是什么要紧的话，那估计秦王也没什么要紧的话要跟我说，所以就不见了。才不是这样呢。虽说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话，但是你看啊，我跟耳朵呢一起去看了杂耍，我们还去铺子里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呢。那就算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只要我们2个人在街上走着，那心里也是高兴的。秦王不来见我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我不是着急，我那是担心你。担心我是想着你会不会想要见秦王嘛？会不会？还是你想见谁啊？我不想。哎，这个破哨子！桃子，这么久才来，慢死了。今天十七郎在丰英楼请大伙喝酒，我听到哨子就赶过来了，但是太远了，所以才晚。你说，秦王在丰英楼请你们喝酒？是啊。那他有没有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？没有。哎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他有功夫请你们喝酒，那说明他不忙嘛。他不忙，为什么不来见我们家小姐？这个老鲍也问他了，但十七郎那会儿就跟没听到似的。这2个冤家，怎么又闹上别扭了？是啊，你看上次救完崔小姐以后，他们俩回来路上感觉还挺好的，一路上既没有吵架，也没有打架，感觉客客气气的。你个傻东西，知道什么呀？这既不吵架，也不打架，那才麻烦呢。不行，咱们得好好想个法子。你想什么法子？既然他不肯去找他，他也不肯去找他，那这2个人当中，必须得先有一个人迈出第一步。不是什么他呀他的，我都听糊涂了。哎，有了，咱们买干果去。啊？啊什么？走，买干果去。哎呀，走了，快点。
听说丰英楼是京都最好的酒楼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菜好吃，酒也好喝，酒味好有。可惜豹哥他现在不能喝酒了。包大哥呢？刚说方便一下，难道调茅厕去了？人家说方便就是去茅厕嘛。你为什么说调茅厕去？这方便，不去茅厕，难道还能去别墅啊？那当然了。这样，咱们打个赌，比划拳，谁要赢了就喝酒，谁要输了就去找老鲍，看他是不是真掉哪儿。好，玩一把，玩一把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三星照啊，五魁首啊，六六顺啊，五魁首啊，七个手啊，七个草啊，兄弟好啊，六六顺啊，五魁首啊，八匹马啊！哎，我赢了。石七郎，你猜隔壁雅间是谁呀？啊？我来，再来，我猜。兄弟好呀，七魁首啊，你就不想知道吗？啊？三星照啊，大哥输了。哎，石七郎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行，反正我跟你说了啊，你不去是你的事儿。哎，大哥，来，咱俩来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三星照啊，六魁首啊，兄弟好啊。哎，桃子，你买这么多干果，你是要做什么？小姐喜欢吃这个，我打算用这个干果感动她。哎，老鲍，桃子可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你这一年半载不能喝酒，放下。不喝就不喝嘛。哎呀，豹哥，来点你的花生米。有啊，对呀，豹哥，花生米有啊，这不是？哎，拿着，来吃。啥呀这？哎，石七郎，你俩，这老鲍太抠门了，爱吃不吃你们。这酒确实有些上头，我出去方便方便。石七郎，你慢点，咱们继续，继续。来，6个6啊，兄弟好啊，六六顺啊。过来！哎，买定离手啊！咱们就赌，石七郎去还是不去啊？下注吧！我觉得呀，他肯定去。好，压10文，去10文啊！还有谁？我全压，他不去，他必须去。好，20文，20文不去。好，不去，一言为定，愿赌服输。啥也听不见啊！这要耳朵在就好了啊。小姐，秦王特意买了你爱吃的干果，让我拿过来的，是吗？是啊。小姐，你可是不知道，这个干果要排很久的队才能买到的。拿来我尝尝。哎，回来了！石七郎，你进隔壁看没有啊？进了吗？没进吧？进去了吗？石七郎，没进。哎呀，愿赌服输。老二接着，老四，这石七郎，你咋不进去呢？你害了俺输了好多钱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石七郎是军中最好的斥候，他肯定发现啊，隔壁是2个抠脚大汉，发现不是隋小姐，所以就不上当。对，哎，是3个。3个？哎，我怎么看见是2个呢？他们点的酒水饭食，连筷子都是让茶博士上的2双。你怎么就发现是3个呢？还有1个在楼下，刚刚上来。他们都是贩苎麻的商人，刚从新州过来，身上的银钱有很多。落单那个是去换钱了，本来不想来丰盈楼吃饭，后来想想还是来，所以茶博士又多准备了1副碗筷。还是石七郎厉害呀！
佩服。我就说嘛，石七郎虽然没进去，但他肯定会把隔壁是什么人、什么身份弄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还不服气，偏要跟我赌，输了吧？给钱！给钱！哈哈，这是我的。我又不输了10文。这秦王特意去给你买了干果，咱们是不是也应该送他点什么，表示一下感谢？确实挺好吃的。不枉你排队排了那么久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干果不是秦王买的？这一眼就被你识破了，看来8成也骗不到秦王。骗他什么？就是这个干果啊，谢长儿也带了一份回去。本来我俩都商量好了，就说这个干果是你给他买的，这下可好，他8成也是骗不到。来，那就谁买的谁吃。真的排了很久的队的，是挺好吃的，辛苦你了。我自己吃。来，哥敬你。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父皇虽然让我代管镇西军，但是那裴氏父子怎肯听我的呢？我这代管不过是个虚职罢了。比起我来，天天被关在这府上，你强100倍吧。大哥何必泄气呢？眼下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向父皇求情。什么机会？什么机会？母后的继承快到了，看在以示母后的情分上，父皇肯定会心软。对呀，母后的继承快到了，那我要亲自给父皇上书来诉说此情，也许父皇能看在母后的份上把我给放了。大哥放心吧，臣弟定然会全力在父皇面前替大哥求情的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